土匪洗劫全村那天，我眼睁睁看着爹娘惨死在我面前，可身为历劫神仙的姐姐却冷眼旁观。我要杀了你们！好了，云心，阿姐，他们杀了爹娘，你要放走他们。人死不能复生，土匪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再这样没完没了。这一份慈悲，终让你历劫成仙。阿姐，为什么？这就是你们的仙道，包庇恶徒，残害亲眷，我不服！阿姐。不依不饶，不识抬举。打下九幽，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不知道，我也是下凡年历劫的，立的是生死神劫。肉身轰，一神出。万仙云，20年前，我与阿姐同时降生。那晚天地异象，阿姐竟是天上仙子转世。原以为是3生3世修来的福分，没想到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此女乃无知仙宠，下凡历劫生于尔家，尔等需全村好生照看，视她为宝，唯她是尊。若护她周全，日后定有回报。仙君放心。天心就是我家的命，全村都听仙子的。天心，这是洗干净的，你看新鲜着呢。此胎降世者，乃9天仙子下凡历劫。尔等沈家及河村上下，需好生照看，奉若神灵，切莫辜负。日后福泽连绵，定有厚报。亏的是双生子，天心先落地，是仙子降世，咱们家才有指望。晚出生那半个时辰，命数天差地别，可不能委屈了天心。小时候，阿姐被悉心哺乳，我只有薄得见底的米汤。有时婶婶心疼喂养我，一天夜里，娘看我饿得不行，偷偷给我喂奶。看你实在饿得可怜，就给你喝2口，记住了，千万别出声。不曾想当天夜里，就有2只猛虎就下来，在村里到处撕咬牲畜。完了，全完了！年完口待宰的牲口都没了，这1年的辛苦全打水漂了。这莫不是冒犯了仙子，才引来的灾祸？怎么偏偏刚才给你喂了奶，这可怎么好？现在我都能回忆起当时村民们的责备与厌弃。天心，你就吃一口吧，阿爹求你了，这可是全家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非冷泉水发的面，不解。嫌脏是吧？
但是用露水佐掺也是可以的。大干旱的，地都裂了，哪里还有露水？云心，你姐姐都3天没吃东西了，算娘求你，你去后山帮她接点露水吧。我要无根水，我就跪在梅花树下，用小勺收集花蕊里的血水，手冻得通红。后来我发现，我直接给她装山泉水回来，她也照样喝。其实她根本喝不出来。说好的仙君塑像，如今也没动静。瞧这香炉材质也不对，得要上好的青铜。说好的道符怎么还没准备好？再准备了天心，你莫急，都在准备着呢。村子里今年实在困难，乡亲们都在筹钱了。你要不先看看这害灾什么时候能过去啊？1年前，爹娘带着1袋铜钱回家，那是全村凑了1年，准备用来打井的救命钱。我梦见了一件轻盈飘逸的广袖流仙裙，我也想要。爹娘来到布铺，却被告知这点钱半匹都买不到。这就是你们说的以我为先，真心爱护。我要的也不是金丝银线，不过是几匹苏绸和龙月纱而已。我看这井打了也这样。露水，好，我去捡。其实那位仙君纯属多此一举，阿姐是头胎，爹娘本就疼她，毕竟她是我亲姐姐啊。爹，娘！你的手没洗过。天心，保命要紧啊！姐姐快走！姐姐跑啊！天心，快跑啊！快跑！阿姐，杀了他们！杀了这些畜生！杀了他们！快走啊！阿姐，不，仙子，仙子，求求你，求您救救爹娘，救救娘啊！不，杀了他们啊！阿姐，好，你不动手，那我来。错了，我们知道错了，姑奶奶饶命！错了，杀我爹娘，一句错了就够了吗？好了，云心，人死不能复生，怎可多造杀孽？万物刍狗，他们已经放下屠刀，道了歉，不要再这样没完没了。仙子，您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我们一定改过自新，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也不是白死，会有回报的。这些够你们用一辈子了。
下雨了，等了小半年的雨，终于下了。可这有什么用？村里的人早就死绝了，真是可笑啊！那些苦苦求着你、盼着你降雨救命的人都已经死透了，那些挖空心思爱护你、用血汗供养你的人也全都因你而死。原来我们全村人的命就是为了凑成你的成仙劫。我去你大爷的仙劫！是你，小丫头，是不是纳闷啊？我们这些土匪怎么会突然看上你们这穷的叮当响的破村子？还不都是因为你们村到处筹钱，说要给那什么仙子修神像、塑金身。既然有钱塑金身，那肯定有钱孝敬爷爷们啊。反正这村里所有人都活不了，你也赶紧去死好了。畜生，找死！我那位仙子一样的阿姐啊，受了崔家纯粹这么多年的生养之恩，竟然连这条狗都不如。我吃了她一口奶，她就将我当成了她的孩子，到死都要护着我。知道吗？天心仙子很不喜欢你，她说你这人嘴太碎，总是骂她。仙子，一个踩着全村人的命妄想登天的畜生，我会让他从那个位置上活生生的滚下来，让他粉身碎骨。就凭你？是你，原来是你！你从托梦全村，让所有人伺候天心那一刻起，就布好了死局。神仙本不能干涉凡人性命，你却为了他，把我爹娘、弟妹、整个村子的人，全都做成了他成仙的踏脚石。那又如何？你根本不会留活口，今日我必死在你手里，这就是你说的自有回报。不识抬举的东西，能为上仙赴死，那是尔等贱民几辈子修不来的荣耀。本来天心还嘱咐我，要我好好同你说，奈何你们这些蝼蚁啊，根本听不懂人话。忘川河畔的彼岸花，盛开1000年，也等了1000年。这魂体怎么回事？碰都碰不得。9幽每月才一次香火，我们都快饿疯了。可这……我的神力回来了，肉身轰，一神出，万仙云。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东西？我只是个来讨债的人。这债，我得亲手拿回来。
这股子气息，大妹子，您是上头哪座山上的妖怪吗？笨死你算了，妖怪哪有生的这么好看的？这通身的气度，准是哪位法力无边的妖精化了形。不，我看这位气定神闲，保不齐是位在人间得道修行的高人，路过这九幽绝地。高人，既然您能来到这儿，定是有大本事的。能不能发发慈悲？要是您能重回阳间，帮咱们兄弟捎个口信。是啊，高人，让家里人给咱多烧点纸钱吧，哪怕只是上一炷清香也好。这九幽的香火每个月才发那么一次，咱们快饿散架了。你们想求香火？高人，我们哥几个生前都是沈家村的，就是延州猫儿坝头往西北20里的那个沈家村，地方是偏了点儿，可以前日子也还过得去。可邪了门了！打从6年前起，村里的香火突然断了个干净，咱们这些老鬼在下面等的眼都穿了，一个铜子也没瞧见。这九幽投胎的过路费贵得吓人，没香火打点，咱们只能在这儿挨饿受罪，实在是撑不住了。我就是沈家村的。哎呦，原来真是自家人，难怪只有咱们几个靠近你不会被烧死。刚才那几只不长眼的厉鬼冲过来，直接就化成飞灰了。嘿嘿嘿，丫头，既然你是村里新下来的，那老汉我厚着脸皮跟你打听打听。这村里现在怎么一个孩子给咱们上香的都没有了？按理说，就算咱们那一辈的人不在了，后生也该承继香火呀。是啊，整整6年了，咱们哥几个在这儿都等成老祖宗了。那是因为整个沈家村，除了那个登仙的，剩下的神魂，要么被叶恒亲手打散了，要么就被天心那贱人永史附在了那片血地里。不好了，是勾魂锁的声音，差役来寻地了。快走，小孩，躲远点。这些差役又开始来拿游魂去投胎充数了，被抓走就全完了。那些香火多的有钱鬼能花大价钱买个好胎，下辈子大富大贵，可冥府的恶胎坑总得有人填啊。像咱们这种没钱没势的，被抓走就是去给那些富鬼抵命，去投那些畜生道残废胎充数。咱们哥几个一直躲在废墟里没投胎，就是怕被他们拿去顶脏啊！云心，你千万不能被抓走。这几只老鬼还在这儿耗着呢，那些兜里揣着万贯香火的有钱鬼早就把好胎买断了。咱们上头的大人们收了钱，总得给人家安排个功德圆满的富贵人家。废话少说，原本那些猪狗牛羊的烂胎没人要，今天就拿这几个游魂去顶数，抓走一个，咱们哥俩就能多拿一份赏钱。大人们行行好，咱们再等等香火，一定补上。等投胎的机会也是你们配等的。云心，快低头，别出声。这九幽现在乱得很，能不乱吗？听说现在九幽每天都要刮地皮，硬凑够10万户香火供奉给上头的叶恒仙君。谁让人家道侣贵重呢？那天心仙子怀了仙胎，说是胎相不稳，得要咱们地府的人间烟火气去供着。哦，为了保个胎要10万户香火，那果真是仙界第1等的大事。哟，这儿藏着个极品，瞧这模样，年轻、心思、漂亮，连神魂都还没散干净，年纪也正对得上上头要的那批灵引。抓了这一个，抵得上300户香火。这回送给仙君的礼厚了，老子也该往上升迁，去做那判官位了。大人开恩呐！这闺女刚下来，啥都不懂。大人，这是咱们沈家村的后人，看在老汉我在这伺候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您就给个面子，抬抬手放过他吧。云心，跑，快跑！给你面子，老狗，你算个什么东西？沈家村早他妈为了忘川河里的鬼了，哪还有什么沈家村的后人？我的身子错了，大姐高人，仙姑饶命，小的有眼不识泰山，饶了小的吧。你刚刚说崔家村喂鬼了，什么意思？
是小的在轮回寺当差时躲在门后偷听到的。那日来了个穿黑斗篷、看不清脸的贵客，直接给了轮回使大人一个玉做的魂瓶，吩咐说要将里面崔家村那几百个生魂都炼干净。炼干净？是，那位客人特意交代，要炼得彻彻底底、灰飞烟灭的干净。带我去轮回寺。使者大人，救我！这贱人疯了，他竟敢在冥府撒野！站住！沈云溪，你死定了！使者大人可是叶恒仙君的至交好友，你这孤魂野鬼，定要你下油锅！你是叶恒的好友，那正好，帮我引个路。轮回寺，沈家村的人就在这下面。普通人的神魂如果被打散，我可以一点点收拢；如果是被附地，只需我一滴心头血就可以解除，那都有生路。云溪，这下面可去不得呀！进了忘川河，那就是进了万鬼腹，再也投不了胎了。生魂下忘川，彻底断了轮回。叶恒，你为了保你的仙子，下手还真够狠的，真是感天动地的真爱。是叶恒叫你这么做的，说。叶恒仙君的名讳，岂是你能直呼的？有种你就灭了我！不！我全说，这回真不是叶恒仙君下的命，来的是个女子。女子？对，她蒙着面，但我闻到了，她身上有一股极浓的紫花香。紫花香？哦，原来来的是叶恒嘴里那个最单纯、最善良的天心仙子。这九幽阴冷到了极处，本就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那是自然，除了鬼类，谁敢在九幽久待？难怪他那天心仙子怀孕会胎相不稳。闺女，你说那天心寺也有难处？他的难处便是要在这一片死地里护住活气，难怪他必须要地府的人间烟火供奉才能稳住那仙胎，那是拿全村人的香火在续他的仙根呢。交给你了。不能下去，于心，绝对不能下去！忘川河里全是饿了几千年的恶鬼啊！他们什么都能吃，连神魂都能嚼烂了。孩子，回来吧，别去了，这就是咱们村里人的命。是啊，掉进这忘川河里，喝了孟婆汤，他们就不会记得多痛了，一切都记不见了，这未尝不是解脱啊！可我记得。可是，忘川河的水从来都是有去无回，他们沉得太深了，回不来了。他们不该在那里。找死！进了忘川还想出来？这贱人只要死在下面，咱们的债也就算清了。止步！谁也不准靠近河岸！哈哈哈哈哈！死了，这贱人死透了！老狗们，还不赶紧松手！你们这些低贱的畜生一样的东西，敢拎着爷爷的头作威作福！等下老子定要你们求生不得，死后也得让你们好死！蠢货，闭嘴！云心，傻孩子，咋就这么想不开呢？大胆！事到如今，竟还敢对本使放肆！老鬼，还不速速放开，跪地请罪！安静！这不可能！忘川境，神级出！
这些事造成齑粉的崔家村村民碎魂，到底还是来得迟了，只能拿回来这一部分。没关系，拿不回来的那部分，我会找欠债的，一笔一笔补回来。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忘川噬魂进了万鬼腹，怎么可能还能活着回来？除非他不是人，也不是鬼。可即便是叶恒仙君亲临，也绝不敢踏入忘川深处。除非他是神啊！可上古乱世后，诸神早已陨落，仙道兴起。如今天界唯一的神，唯有那只即将羽化的老凤凰。除了他，这天地间哪里还会有神？这些人原本应该在那穷山沟里寿终正寝，他们不该是这种魂飞魄散、沦为耳食的命运。你别在那儿呆站着了，仙子有何吩咐？去，把生死簿拿过来，我要看看。这些灵魂散碎的太厉害了，只能先温养着。生死簿乃九幽镇界至宝，从未有生灵敢染指。尊驾此举是否太过了？你想试试看，是我看一眼书过分，还是我拆了这轮回台更过分？你也别在那儿闲着，既然是鬼王，这笔你来执。尊神，这一页是延州录，下一页是这几年的往生文牒。念。天泰3年，延州张氏捐香火万户，披往生富贵道。捐香火，那是强抢民财，把这批走后门的全部划掉，打入畜生道重修。这几对积压了100年的游魂，时机已到，通通送去投胎。尊神，这凡间生死冥府往生，下官已翻查了3遍，除了那一村被炼化的生魂，那几个匪首在人鬼两界的确全无痕迹。人鬼两界查不着，看来这4个东西压根儿不是两界的人，不过是披着人皮去人间走了一遭的畜生罢了。尊神，小王曾偶然听闻，仙界的叶恒仙君为了讨天心仙子欢心，曾特意下凡送过4只作伴的玉兔兽。玉兔兽？正是。兔兽长得倒是玉雪可爱，不过也是金玉其外，败似其中。好，既然是叶恒养的畜生，倒省了我拎着他们的脏手，到时一并清算。不好了，大人，仙界的萤火使来了！迎香火使来得正好。怎么回事？今日的10万香火还没送上9天，难不成还要仙君亲自降旨催请？这九幽自从明神陨落，做事是越来越不像样了。能干干，若不能干，我们仙界不介意多费点神，直接收了这九幽也是举手之劳。这就是你们平日里打交道的上仙。哼，知道怕了。既然知道怕了，还不快把那10万香火速速奉上！我家仙子在那边还等着这香火稳胎呢，马上婚期临近，若是耽误了仙嗣降生，你们这小小九幽赔得起吗？刚才他打了你几个耳光两个。去，还给他2个耳光。找死！你这卑贱的阴魂，可看清楚了，我乃天心仙子驾前亲信，不过是仗着几分姿色，爬上了丽都王的榻，就真把自己当九幽的主子了？我告诉你，在这3界，你算个什么东西？住口！还愣着做什么？既然王上已经为你开了道，还不动手？你们疯了！敢打仙使！畜生就该有畜生的样子，连怎么做人都没学成，就妄图修仙做祖。仙君救命！去吧，既然喜欢吃人间烟火，就回凡间做只真正的兔子。今日起，九幽的香火只属于九幽。
皇上，这都半个时辰了，头一个使者还没回去复命，怕是九幽的剑种都死绝了吗？敢扣留仙使！又来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这已经是第9个了，另外居然还有一个。不得不说，这兔子就是能生，生的多了，便觉得这3界都要围着他们转。这仙界的差事也太好混了，一份活都要安排10个族亲来干，这怕是得要100个凡人没日没夜供奉香火才养得起。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替天心讨债，那就去凡间，吃了人间几百年的救命香，也是时候用这身肉还给凡人。1个时辰后，他们便会降生，欠债还肉，天经地义。尊神，您这一通操作确实威武，可这一下子断了10个使者，回头怕是惊动了上头那个。惊动？我等的就是惊动。奇怪，派去九幽取香火的那些小兔儿，怎么一个都没回来？回仙子连派了10人，皆是断了感应，九幽那边怕是出了变故。变故？借他们胆子也不敢。阿恒正为婚事忙碌，若是这些贱民坏了我的仙胎，老天爷，整整12道斥责手书。皇上，仙使回话，若不想死，命您即刻筹措100万壶香火去仙子驾前跪地请罪，否则仙君便要亲自降临九幽。100万户，那是咱们九幽整整半年的生计啊！这是要绝了咱们的根啊！怎么觉得这是威胁？尊者，这100万香火固然要命，可真正要命的是那天劫啊！您知道的，九幽无神管辖，咱们何时历劫，如何渡劫，全傍着仙界那边波动星轨出言提醒。若惹恼了叶恒，下次天劫无声无息的劈下来，九幽便是废墟一片了。提醒？你怎么知道那是单纯的提醒，而不是一种转移？转移？尊者此言何意？九幽的历劫年年都有，每一回都损兵折将，哀鸿遍野。可你仔细想想，九幽这几千年来，可曾出过哪怕一个像样的鬼修鬼仙？这的确不曾。原本以为是咱们九幽阴气过盛，资质愚钝。难道你就没怀疑过，凭什么连叶恒身旁一只只会讨巧卖耍无根骨的灵兔都能羽化历劫成仙，而你们这帮出生入死、身负功德的九幽鬼医，却永远只能是鬼？记住，神眷这种东西是恒定的，它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尊者的意思，自己想吧。这种事，旁人说再多，不如你自己看明白。所以，那每一次的天劫提醒，根本就是为了掩盖他们挪用九幽气运的真相。叶恒，他一直在耍我。是啊，耍你，耍九幽，耍了你们不知多少个春秋。在他眼里，你们这帮鬼修不过是他养兔子的养料罢了。既然你不信，那这道惊喜便别留着了。小王有眼无珠，我竟看不清您的真身。尊者大人，您到底是谁？在复仇没完成前，我只是沈家村崔沈大成的二女儿沈云心。那么云心大人，您想要做什么？只要您开口，整个九幽任凭差遣。大人，咱们真要闯仙君的爱巢，这要是被发现……仙宫这么大，他们现在忙着做梦，哪有空管家里丢了什么？拿到了，走吧，去见见我那好阿姐。今日大婚，承蒙诸君赏光，天心为吾受尽凡尘之苦，吾必还他这世间最盛大、最完美的礼赞。仙君深情，感天动地，天心仙子历劫归来，实乃仙界之福。丽都，你的香火送得够迟的。今日是大喜，孤仙不与你计较，且在一旁候着，待会儿再找你算这怠慢之账。那是谁带来的凡女？长得倒是不错，可惜没根基。梅仙缘纵使天资卓越，在仙界也不过是端茶送水的命，也就丽都王这种没出息的会带个凡女来开眼界。叶恒，你当初也不过是个普通修士，若非那场神谕，你此刻又在哪里？快看，这两世竟记下了他们的甜蜜过往。天心仙子真是至情至性，为了仙君，竟愿意在人间受那等苦楚。阿恒，只要能陪着你，那些苦都不算什么。
甜蜜过往，哼，该换我给他们放点新鲜的了。千钧深情，感天动地，快看，那是当年在百灵山的时候，若非仙子舍命相救，仙君怕是难逃那一劫。阿恒，只要你能活下去，要我做什么都愿意。天哪，传闻是真的，仙子竟然真的亲手放血为仙君疗伤，这等深情，便是神仙也难求啊！阿恒，救你是我心甘情愿的，那些痛，只要看着你现在好好的，我都忘了。姑永远记得，所以姑带你上了九霄，要让你成为这世间最尊贵的女人，受尽千宠万爱。他只是无心之失，谁敢伤他，便是与姑为敌。每一次看到他在下界流泪，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般。姑不能公然违抗神谕带他回来，但姑绝不允许那些蝼蚁对他有半分不敬。只要他有一丁点难受，姑就要那些不懂事的蝼蚁付出代价。你听到了吗？这就是他的小惩大戒。阿恒，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人间日子过得真苦啊！莫说这些翠玉竹马，在那穷乡僻壤，我竟是连一朵蝶翠绒花都没有带过。仙子受委屈了。那凡间的蝶翠绒花虽比不得仙界至宝，可也是后宫妃嫔才配享用的饰品。那些贱民竟敢如此怠慢您！蝶翠绒花，那是他嫌弃爹娘给的不够多。乖女儿们，过年了，爹给你们一人买了一截红头绳，快扎上。这种下等货色，他扎我也扎，你这不是存心恶心我吗？就因为他这发了一冲脾气，半夜雪狼就咬死了家里所有的牲口。父亲拖着受伤的腿，在下雪天去给他买发簪。这大雪天的。从那以后，阿爹那条腿一到下雪天就疼得厉害。那些让我的天心受过委屈的人，姑一个都不会放过。好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佳话，我真想把你的脑子挖出来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全是亲人的血？虽然当初在人间受了不少苦头，但好在母凭子贵，咱们还是风风光光的回来了，不是吗？仙子受苦了，在那等荒蛮之地，竟生在那样一对低贱粗便的父母家里，真是叫人心疼坏了。是啊，那种满身泥土味，连香火钱都供不上的凡人，也配当仙子的双亲？光是想想都觉得是仙子这一生的污点。诸位姐姐莫要为我难过，那些陈年旧事，倒也算不得丢脸。毕竟在那凡间18年，我可是一次都没有开口叫过他们爹娘。在我心里，他们不过是些供养我的奴仆罢了。听姐姐这般说话，还真是感人至深呢。你怎么会在这儿？仙子，这凡女是谁？竟敢如此惊扰您？怎么，天心仙子这就不认得我了？今日是我的好姐姐成婚大喜，作为亲妹妹，我要是不亲临现场送上一份贺礼，岂不是太没礼？放肆！谁是你姐姐？我乃9天之上的天仙子，乃是凤凰神眷顾之人。这凡女不知从哪冒出来，满口胡言乱语，我根本不认识她。不认识？看来阿姐不仅没叫过爹娘，连脑子都跟着丢在凡间了呢。我当是谁？原来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一介凡女，命硬得很呢，怪不得能上这9重天。我还当你有天大的本事，原来是勾搭上了九幽的丽都王，爬了他的榻，才换来这一身行头吧？放肆！你个低贱的凡物算什么东西，也配在这仙池生地落座？滚起来，给本仙女滚出去！哦，听你这意思，是想坐我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只能我坐，也唯有我们这些高贵的仙身能坐。你这脏东西，去死吧！既然你这么想做，好啊，我不做，那你们做。救命！救命！我动不了了，仙君救我！这位仙子，
莫要失了体统。我姐姐最喜欢安静，想当初我们在凡间家里，即便是数九寒冬，为了不惊扰姐姐午睡，大家都是要脱了鞋履才敢走路的。你如今在这里大呼小叫，岂不是在打我姐姐的脸？阿姐，你看现在够不够安静啊？沈云溪，你到底要干什么？你竟敢在我的婚殿上如此放肆！阿姐，这是哪儿的话？妹妹历经生死，好不容易上天一趟，当然是特意来给姐姐送一份大大的贺礼啊！鹿肉好啊，现宰现烤的最是鲜香。阿姐，你看这些畜生，我这回特意带的多，保管让在座的诸位仙家都能分上一口。阿姐，你该不会忘了吧？长宁3年寒食节那天，天还没暖和，你非要吃活捞的白鱼，那时候冰还没化呢，是村里的哑巴叔叔光着膀子跳进冰河里给你捞的，结果鱼捞上来了，他第2天就发热烧死。我记得你当时还掉了2滴泪，说早知道他这么不中用，就该让他多捞几条，免得死得这么亏。这回我可是耐心等了你这10个同族长成呢，个个都是坏透了种，想必这畜生肉也会格外肥美。姐姐当年的教诲，妹妹我啊，句句都记得。大胆，沈云溪，你竟敢拿这些东西来恶心我！你敢动他们试试？我敢不敢？阿姐不是最清楚吗？哎呀，对不起啊，阿姐，我是不是手太快，把你吓着了？你这个疯子，你竟敢在我的婚宴上见血，我要杀了你！阿姐，你生气了？可这话是你当初教我的呀。你不是说了吗？人死不能复生，怎可多造杀孽？这些兔子既然已经死了，也算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我也已经放下刀，向阿姐你道过歉了。姐姐身为仙子，想必慈悲为怀，定然不会对我这点小事没完没了吧？疯了！你这个疯子，给我杀了他！杀了这个不知好歹的贱人！大胆反女，竟敢在仙君大婚之日见血，污蔑仙子清誉，找死！污蔑？诸位莫急，是不是污蔑？真的是我阿姐亲口说的哟。不信，你们自己看。好了，云心，万物刍狗，他们已经放下屠刀，道了歉，不要没完没了。脱去一身凡胚，穿上这仙袍，就以为能脱去那满身的血债罪孽了。2位仙君，这镜子里的脸认得吗？一派胡言，妖言惑众，毁了这妖镜！仙君，真相还未放完，何必急着杀人灭口？退下吧，你挡不住的，剩下的交给我。妖言惑众，18载养育之恩，爹娘省下的每一口粮，全村打井的每一枚钱，最后都成了他这身流仙裙上的金丝。沈家村349口人，若不是为了成全他的成仙劫，何至于满村晋王神魂被炼？到头来他竟说他们是贱人，庆幸没叫过爹娘。既然你连生身父母都不认，那这张脸要来何用？哼，那又如何？一群蝼蚁罢了，低贱如泥，能用他们的命为我的仙途铺路，那是他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他们该谢我给他们这个献祭的机会。至于你，我的好妹妹，你以为勾搭上了个丽都王就能来这儿跟我叫板了？在这仙界，实力说话。你觉得你的丽都王打得过我的叶恒仙君吗？不知好歹的东西！阿和，你看他，到了现在还在欺负我。哦，那听你的意思，只要我打得过你，打得过你的男人，再打过这满场的走狗，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欺负你了，是这个意思吗？痴心妄想！阿和，快救我！我肚子好痛。想必是当年在腹中时，他这等贱胎分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灵力，只有拿回属于我的血肉，把他的心肝肺挖出来喂我的孩子，这仙胎才能安稳。阿和，杀了他，拿回我的东西。诸位仙家，两世镜里的画面看得可还真切？杀人偿命，这是凡间3岁的孩童都懂得天经地义。种因得果，天理昭昭。我今日来，只找这2位，找这位屠了自家满门的好姐姐，
还有这位假公济私，为了一己私欲坑杀凡间数百条人命的好仙君，我来讨一个公道。诸位觉得这公道要的没错吧？云心姑娘，今日毕竟是仙君与仙女的大喜之日，这如此叫嚣公道，实在是大煞风景。有什么事，不如等大典后再说。是啊，不过是些陈年旧事，仙女下凡历劫，难免有些许波折。若是这也要斤斤计较，咱们这仙道还修不修了？叶恒仙君也是爱妻心切，为了稳住仙寺胎相，一时权力的任性，虽有过火之处，但其情可免。大不了等会儿补给那些凡魂几个好胎，让他们下辈子大富大贵，也就抵了这桩旧账了。原来如此，杀了人全家，要个公道就是斤斤计较，毁了一村生魂，补个富贵胎就算两清。神仙嘛，境界果然是高，在你们眼里，蝼蚁的命不过是筹码，而你们的高高在上才是这世间的法度。好一个权力任性，好一个不能计较，你们这帮仙活得可真是明白啊！原本想跟诸位讲讲道理，既然道理讲不通，那就手底下见真章了。这是什么力量？我的仙核在颤抖。叶恒，你还在看什么？怎么可能？这种禁忌的神力早已随诸神陨落了。那么你们谁先来啊？叶恒，你还愣着干什么？你是死人吗？你还不快杀了他！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羞辱我，看着他毁了我的婚宴？叶恒，不是不想杀，是根本杀不了吧？我看是仙君到底心软，念着当年的旧情吧。毕竟是曾在一起生活过的人，仙君还是太仁慈了。好，既然你不敢动这个贱人，那我来。来得好。仙君到底是重情重义，面对曾相识之人，即便是对方如此放肆，他还是想护下一分体面。是啊，此前仙君一直未曾全力下死手，恐怕就是因为心软。不愧是曾得神战子的天之骄子，这等风度。心软，你们对他未免误会太深。他之所以没动手，是因为他根本不配。那日灭村时，我并没有亲自动手。是啊，你贵为仙君，怎么会亲自动手杀凡人呢？你只是袖手旁观，只是轻飘飘的怂恿那些畜生去咬人，只是在那等我求饶时把我打下九幽罢了。可我要的可不是服软，血债必须谢成，而且我也没动手，我只是动了动脚。你到底你是？神眷，这就是神眷，姑绝不会忘记这一幕。瞧见没？那是第100个修仙者，这次咱们得做的真一点，只要救了他，总能骗到一个带咱们上仙界的冤大头。这就是你所谓的深情，一个拙劣的骗局，配上一个自以为是的蠢人。反正这山里的修仙者都吃这一套，只要长得有几分像那神女，稍微卖卖惨，他们就恨不得把命都给咱们。所以别舍不得那几块肉。那可是咱们刚打死的同类的腿，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为了易容气容，全族都要配合我演这出戏。一场自以为是又荒诞透顶的自我感动。叶恒，你照着记忆中神女的模样为她塑形，所以她这张脸才会和我这般相似。凤神，我要你的一根凤灵。天心，
那是凤神的一根孤羽，你怎可如此冒犯？天心，天心！你为了个赝品，宠他纵他，甚至不惜屠戮凡间。你到底是谁？这等空天彻地的手段，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凡女身上？现在我只是沈家村沈大成的二女儿，沈云心。你别过来！你走开！你别过来！你个贱民，离我远点！你敢动我！你是凡间的贱种，就算叶恒护不住我，仙界还有唯一的神，那只即将涅槃的凤凰神，他见过我。你可知道，凤神大人当初专门在梧桐树上看过我，他一定记得我的容貌。你若是敢伤我一根头发，他定会将你灰飞烟灭。专门看过你，阿姐，你是不是对自己那张假脸太自信了些？你看，来了，凤神大人真的来了。沈云溪，你的死期到了。他一定是来接我的，他一定是看中了我的诚心。当初我想要凤灵做发钗，也不过是为了能离神更近一点。有意思。凤神，您终于来了！杀了他！这个卑贱的凡女竟敢在仙界撒野！他伤害了您最喜欢的叶恒仙君，还想杀了我！凤神大人，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死吧，去死吧！怎么可能？这不可能！那是神啊！他怎么会？行了，别闹。小凤儿，乖，先让一让，等我处理完这桩家事再陪你。听话，业火太快了，便宜了他。乖，我亲自来。你竟然是……难怪那时候在阿娘肚子里，我就觉得有一股压不住的灵力在冲撞。难怪小时候再怎么大汗，你永远都不怕冷，怎么折腾都病不死。我早该想到的，我早该想到的。妹妹，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有同一个爹娘啊！你忘了，咱们可是双生子啊！妹妹，你听我解释，我当初没救爹娘和弟妹，那是有苦衷的呀！我不只是你阿姐，我那时候还是9天之上的女仙在历劫啊！修道之人怎可因为私情偏私乱杀？土匪也是众生，爹娘也是众生，我不能为了私欲损了这一身的道心啊！神爱众生，难道不该是一视同仁吗？哦，爹娘。是啊，我们的爹娘，咱们的爹娘啊，还有村里那些看着咱们长大的叔叔伯、婶婶婆婆，他们不都是咱们最亲近的家人吗？雪浓于水妹妹，你最心软了。阿姐，你现在终于肯承认他们是你的爹娘，是你的家人？当然承认。妹妹，我刚才是糊涂了，咱们可是亲骨肉啊！我现在也是快要当娘的人了，有了身孕才知道当年爹娘养育咱们是多么不容易。妹妹，求你给我个机会，我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好不好？报答？阿姐打算怎么报答？是用你这高高在上的仙气，还是用你这虚情假意的眼泪？既然你提到了爹娘，那咱们就按神界的规矩来。神界曾有一桩现成的功德例子，割肉还母，削骨还父。既然要报恩，阿姐不如也割了这一身鲜肉报答。阿姐打算怎么报答？是用你这高高在上的仙……不要！阿恒救我！我不要削骨！不要也可以。你不是总夸你的仙侣对你情深似海吗？不如让他这个做女婿的替你还了这桩生养债，如何？叶恒，你听到了吗？你快替我求求他！你是仙君，你替我还了好不好？你不是说最爱我吗？叶恒，你救救我！你说话呀！不，我的孩子，我的灵气！沈云仙，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神爱众人吗？你现在这算什么？公报私仇！你这个恶毒的贱人！你们看啊，他为了报复我，连一个未出世的孩子都不放过。他这种杀戮成性的人，根本不配做神！闭嘴！叶恒，你竟然吼我！你为了这个贱人吼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天心，
你口口声声问我配不配，我告诉你，想要做仙，必须先学会做人。神无私心，但有偏爱，受何地香火，保何地平安，这是恒古不变的因果。难道我不去心疼那些在这场干旱中孤苦无依一子而食的芸芸众生，反而要心疼你们这两个锦衣玉食、吸着民脂民膏长大的仙人吗？当日我说过，要将你们从这高高在上的位置上一寸一寸的拉下，就在今天，就在我爹娘和全村人的头七之日。好了，这是什么？救命！既然不配为人，也不配为仙，那就永世不得超生。神女，您可还记得当年在百灵山那一眼？记得，我记得，你亲手将我打下九幽。神女，对不起，对不起，是姑瞎了眼，姑被蒙蔽了，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一次。我已经还你了，叶恒。如今你对不起的人，在那片忘川河底，不在我这里。好自为之。一仙落，万物生。